这个女人看上了俊俏的出租车司机，便故意说忘了带手机和钱包。他本就是替父亲代班，错过送上门的脱单机会，岂不是傻子？成年人的默契，懂得都懂，却不知今夜的激情注定了难以收场。因为他忘了一件事，他一旦兴奋过度，可就要出大事了。随着游戏的开始，女人也觉察到了他的异常。Ой, сейчас подожди, это я белок. 还不等他把石头拿出来，女人就被眼前的一幕吓晕了过去。正是这几颗穿越而来的力量之石，将巴兰金一家搞得鸡犬不宁。为了保全家产，应该尽早把这个穿越的祖奶奶送回去。瓦西里让小女儿在家照看，自己则去找教授探索乌心石的秘密。原来传说中国有个女神，将5块石头作为礼物送给了5个女儿，并赋予了非凡的力量。石头因颜色区分而功能不同，有的甚至获得了龙的能力。小女儿的石头则可以治愈和永生。瓦西里见识过4块，那传说中神奇的第5块在哪里呢？可惜教授的资料也不多，但知道有个地方可以找到答案。于是两人来到一家博物馆，这里收藏着一部注解中国传说的古董书。不过想要搞科学研究，还必须向文化部提出申请才行。如果一切顺利的话，他们2个月后就能开始阅读了。Как 2 месяца? Да, 2 месяца. 瓦西里立即动起了歪主意，这不就是掀开玻璃唾手可得的事儿吗？没想到安保异常严格，就连敲击玻璃都会遭到怀疑和盘问。于是他偷了女儿的丝袜，不让借阅，还不如干脆抢过来得了。等到博物馆下班，他趁保安们不注意，悄悄溜了进去。他直接砸碎玻璃，就这样将古书顺了出来。可他的举动却触发了报警，保安立即将几个出入口封闭，但这难不倒瓦西里。这时力大无比的石头就发挥了作用，他硬生生掰开钢筋，拿上古书就侧身钻了出去。还不等保安追上，他又将铁栅栏恢复了原样。Не знаю. Чайный гриб, наверное, пьет. 有了古董书的加持，瓦西里终于得到了有用的线索。原来在1805年，莫斯科发生了一起中国人被谋杀的案件。不久后，嫌疑人被捕。案件还涉及到一个自由思想家协会的组织，维利米尔就是其中的成员。至于第5块石头，教授还需要进一步阅读才能找到线索，但家中却已经乱作一团。大儿子因为读懂了邻居的内心，就被当众扇了一记耳光。后果是大漂亮唆使大儿媳离婚，竟然还诬陷她外面有了人。巧的是，大儿媳又在车上发现了女人的口红，这原本是乘客不小心掉落的，可最近的反常举动却令她有口难辩。而小女儿感觉家中无聊，便带上祖奶奶芭芭拉来到了商场。她早就看上了健身教练，便利用瞬间移动能力，换上精致妆容来制造商场偶遇，并故意与之擦肩而过，就这样成功勾起了对方的注意。Да, я просто выгляжу молодо. А чё, хочешь? Вместе позанимаемся. Ну, я тебя персонально потреню. 这是他约会的第1步，想不到美式却被芭芭拉无意中搅黄，因为他练的是自由搏击，芭芭拉却认为教练在当众欺负女人，结果2人正打得火热，下一秒就变成了大型社死现场。由于古今思想观念的不同，小女儿和祖奶奶大吵了一架，芭芭拉一气之下又跑去找那个摄影师寻求安慰，没想到他不准别人亲昵，自己的芳心却突然间蠢蠢欲动了。不过报应来的也是飞快，他还没得到初吻就被小女儿拽回了家。要知道时间悖论的威力，如果芭芭拉不小心怀上了现代人的子嗣，那家里的所有人都会瞬间彻底消失。这就是力量之石附带的诅咒，得到超能力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后果。可他们却还不知道，在芭芭拉穿越的那一刻起，第5块石头就已经开启了预警，而那个复活的光头杀手也正紧随其后，悄无声息地追来。Я все равно тебя дождусь.